干什么呢？胡老板娘，这人是我们在沟边捡的，快没气儿了，身上也没东西，衣裳总得给活人穿吧？那你们拖我门口来做什么？这不是看你家门口避风吗？还有口气，真死在客栈门口可太晦气。半袋面粉，人给我。老板娘，这可是个大活人，活不活还两说，再拖一会儿连半袋都没有。你们要是觉得亏，就把他拖走，拖远点，别死我门口。胡夫娘，你疯了！半袋面粉能卖多少碗面？你算过没有？算过，不亏。小满，去地窖搬面。老板娘，你这回买的可不是人，是个麻烦。我做买卖这些年，哪样不是麻烦换来的？呸！你说你守着个客栈，好端端做生意不成，非得什么都往屋里捡。上回捡回个断腿的，吃了咱们3天饭，腿一好就跑了。你别看脸了，先看钱，要钱、探钱、热水钱，回头你别又说记我账上，记他账上。他都这样了，拿什么还？拿脸也能还一点。寡妇嘴里没一句正经。老板娘，姜汤来了。去请郎中，外头雪大，郎中上门又要多收20文。人要真死了，咱们更亏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这双手不是写字就是弹琴，总归不是劈柴挑水的。还好没吐血。醒了。宁可知此举朝廷命官是什么罪？朝廷命官，朝廷命官混成你这样，也不嫌丢人。扶我起来。你求人就这么求的？行了，别逞强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先把药钱还我。半袋面粉作价120文，郎中上门80文，2包药60文，炭火、热水、房费我先不跟你细掰。你既是朝廷命官，欠账总不然赖吧？这里是哪儿？春水镇春水客栈，我是老板娘胡福娘。春水镇，多谢。谢就不宜空口谢。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哪儿来的？身上有没有能抵债的东西？一样样说。别想那些弯弯绕，你要么老实说，我心情轻许让你继续躺；你要是非端着，我就叫小满把你抬门口冻着去。裴贺之。裴贺之，官呢？曾任6品官员。曾任？如今不是了。怪不得事前敢吓唬我，原来是真在京城做过官。怪不得长得不像干活的。钱呢？没有。亲罪呢？不便联系。仇家呢？懂了，钱没有，人没人，身后还不干净。裴大人，你这命现在挺难啊。小满，你剁个柴跟剁自己脚似的，没吃饭吗？还有一桩，春水镇屁大点地方，谁家有点事，全镇人都会知道。昨儿你是从我门口拖进来的，今儿全镇都知道胡夫娘屋里塞了个男人。这对你名声有影响？你倒会减轻的说，我名声早800年前就坏了，可我做的是开门生意，若有地痞拿这事儿来生事，你替我挡。还有，万一哪天有人追来，你是个没户籍没来路的人，我是跳进河里也洗不清。那你想怎样？简单，签个契。买身契？你想的还怪美，挂名夫妻的契。你暂住我这儿，你帮我挡闲话，我给你住处。过了这个冬天，咱们一拍两散，谁也不欠谁。你要脸，我要生意，我也不想白花银子，这是最省事的法子。胡老板娘，你买我只用半袋面粉，如今还要我做你夫君？挂名的。再说了，你若只是借个名头住2个月，已经算占便宜了。契上怎么写？我念，你写。1. 裴贺之以挂名夫君身份暂住春远客栈，住满1冬。住在我这期间，不许招惹是非。3. 在此期间能帮忙就帮忙。4. 以后你走欠的钱得结清。5. 你若翻脸不认，我就让全镇都看看探花郎欠钱不还。
探花郎，你字写得好，人又长这样，不是探花就是榜眼，怎么？我猜错了？还真叫我捡着个大的。成了，往后你就是我名义上的男人。福娘，坏了！镇上的闲话已经传疯了，前头卖豆腐的、打铁的，全在说你捡了个活神仙回屋里。成，这下连解释都省了。你就好好休息吧，我就先走了。小满，你眼睛长脚后跟上了，这一筐炭够你啃3天的。胡老板娘，当着伙计的面如此呵斥，未免有失体面。体面？你替我把这筐炭的钱出了，我就体面给你看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你既做掌柜，约束伙计自有别的法子。比如？晓之以理。理值几个钱？为人处事总该守几分分寸，更不该张口闭口都是钱与骂。来，裴大人，咱们讲讲分寸。小满昨儿打碎2只粗瓷碗，4文；你前天喝的那副药30文；今早这一筐炭26文。你说说，我该跟谁晓之以理？你们张口闭口礼义廉耻，我不反对，可礼义廉耻不能烧火，不能煮面，也不能把欠账抹平。人肚里没食，别说体面，连裤腰都得往井里勒。我并非不知生计艰难，你知道个屁！胡夫娘，喊我也没用。你如今住的是我屋，吃的是我粮，教我体面，先把欠我的300多文还上，不然少拿圣贤书压我。2位客官里面请。我并非要压你，那你是要干什么？只是觉得你不该这样活，哪样活法才对？至少不必事事锱铢必较。我不计较，谁替我计较？你啊，若我能，你先把自己养活再说。你若愿意，我可以教你写字算数。裴鹤之，你觉得我不会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看清楚，前厅卖茶卖面，后院住客，地窖存粮，哪一笔不是我自己记的？你拿得动毛笔，我拔得响算盘，谁也别瞧不起谁。福娘连哪桌客人欠了几回酒钱都记得住，你这样的，她一眼就知道养一天得费多少米。听见没有？这叫本事。恕食言。这句认错来得倒快。谁呀？福娘，开门！是李寡妇。福娘，你快开门！娘，求你了，我实在没地方去了。常婶儿，烧热水。小满，小满，把后门撒上。谁打的？还能有谁？梁二和梁三喝了酒来砸门，说我占着他们梁家的豆腐摊不放，还说我要么把摊子交出来，要么跟他们回去过。2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人甩开没有？我从后巷跑的，他们喝多了没追上来，可他们认定我跑不远，8成还在外边找。今晚你住后院柴房边那间小屋，先把门烧死，明早再说。不成不成，我住下了，回头他们闹到你这儿来。闹就闹，你又不是第一回住这儿，哪回不是闹完就散了？既是如此，为何不报官？报哪门子官？县衙离这儿半日路，梁二又常给俗吏跑腿递酒，他脸上这几道伤还不够他们写2行字的。总有王法。有啊，可王法来得慢，等他来了，门都被拆了，摊子也没了。又是梁家那2个，我妈让我送来的，治淤伤管用。你家里那头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我爹昨晚又在念，说镇东有个姓王的肯出3两银子娶我，还叫我别不识抬举。你答应了？我疯了！可我不答应，他就说我吃他的住他的，迟早也得把我嫁出去。都别傻站着了，李娘子洗把脸，秦丫头你去把后屋铺子收拾出来。不用麻烦大伙儿。好。我瞧着这一屋子人，忽然觉得门外那点风雪也没那么吓人。梁家兄弟若明日还来，可有婚书、契纸之类可拿来作证？我男人在时，摊子就是口头分给我们的，没力自举。你再和我说说具体的情况。
从明代口头分家，在豆腐备战。我大致明白了，之后我想想法子。谢谢，谢谢。你不是嫌我这儿没体面吗？怎么还掺和上了？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平日收留他们，都这样？哪样？不问回报。谁说不问？住我这儿，能劈柴的劈柴，能洗碗的洗碗。我这客栈不收闲人，我给地方，他们也得搭把手，谁都不欠谁太多，日子才过得下去。你还有话？你为何总替别人担事？若哪回真把自己搭进去，你们挨一顿打，鼻青脸肿，还能说一句忍忍就过去了。我们有时候挨一次就没后路了。客栈里又多了个人，又得多一瓢豆子了，这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。今儿得把前几天的半袋面粉赚回来。半袋面粉，你还记着呢？你现在看他那眼神儿，像是在看半袋面粉，不然呢？像在看2袋。不如让他去前厅帮忙。有事？有，换上，跟我到前头去。前头？开集。今天客人多，你得干活。我？不然我契书是白签的。我可以替你记账，站门口招领客人，不合适。这就叫不合适了。你现在吃我家的住我家的，还挑活？我不是挑，只是这般抛头露面。少磨蹭，只要替我多招2桌客，就是大功一件。胡夫娘，我不是招牌。你最好是，快换。各位客官，外头风大，进来喝口热暖身子。今儿新蒸的包子刚出炉。老板娘，新招的账房？我男人哟，你这男人长得真够帅气的。掌柜的，今天钱都快坐满了。看见了，裴公子真厉害啊！叫姑爷。喝。你很得意？赚钱了，当然得意。你叫我站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让我帮你招揽客人？不然呢？总不能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吹凉风吧？胡飞娘，听说你新找了个俊俏相公，让我也瞧瞧。喝茶便进，闹事便走。他站在门口，还能挡一点不长眼的东西。胡夫娘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眼下，先当活招牌吧。别这么看我，你可是帮了大忙。回头咱们把契书再补仔细些，省得你哪天又觉得自己吃亏。哎呦，福娘，今天可挣大钱了！那可不，明儿还要多卖几碗茶呢。跟我去后院房间，我有话和你说。你们小两口有话快说，说完了好歇着。明儿还得起早，谁跟他小两口？你去睡。哼，别光顾着斗嘴，记得把规矩说清楚。白天你也听见了，镇上现在都认了你是我男人，既然这戏要演，就得演齐全。今儿咱们把细则补上，省得以后谁说谁没说清。你说。第一，外头有人时，你得给我脸。我说你是我相公，你别当场拆台。那是自然。第二，里头还是各过各的，你住东边那间，我住西边。若真有外人闯进来要装样子，再另说。好。第三，客栈里的钱归我，你若挣了润笔费、超书钱，先还欠账，还清以前，别跟我谈什么清高。若我还清了呢？还清了，你爱怎么清高怎么清高，我不拦。第四，你若哪天有本事走，我不留，可你要提前说，别把麻烦全甩给我。若是有人找上门来，牵连到你，我会先走。
你说的倒好听，真到了那时候，先看你跑不跑得过我再说。裴鹤之，你从前写的也是这些？不是。那写什么？奏章、策论、案牍。听着就不赚钱，还是写我这个划算。成了，往后你在春水镇活命，就照我的规矩来。你的规矩很多。不多，够用。第一，看人先看鞋，鞋尖带泥的多半刚从地里回来，鞋帮干净的爱体面。第二，进门先问价，多半不买。第三，县里来人别急着凑，脸色臭的一般是来找事。那若有人进门先看账台，那就是想赊账。还有一条，别把春雨镇当京城，这里没人听你讲道理，先得让人知道你不好惹。我如今算哪样？你两样都沾一点儿，脸值钱，脑子还没全露出来。好了，早点休息，我就先走了。这鬼天气真冷呀！原来这人睡不着，不是认床，是心里还有别的账没清。醒醒！看什么？劈！你让我劈柴？不然我让你作诗。我不会。那正好，省得你挑。裴郎君，别怕，木头不咬人。这木头太硬。是木头硬还是你手没力气？腿分开站，腰别那么直，你这架势就不像是要劈柴。探花郎的手就是金贵，总比你那满手剪子好。我这满手剪子养活自己，你那两个炮顶多养个笑话。要不你还是去拎水吧，既住在这儿，总不好白吃饭。你把火升上，我去外面洗菜。你这是生火还是烧屋子？顾飞娘，你若真想笑，便笑。我这不是怕伤你自尊吗？你何时顾过我自尊？吃吧，吃完了再去把后头那堆柴码整齐。这是给我的。不然呢？我还能喂狗？你慢慢吃，记得把柴堆好。这人伤还没好透，还要休养休养。曹二虎，你来干什么？哼！哟，胡老板娘，你这新相公还真能干啊！有事说事，别站我客栈里喷酒气。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快过年了，镇上几家铺子都在交平安钱，你总不还让兄弟们白替你照看吧？胡老板娘，别紧张，都是街坊，我还能吃了你成啥？平安钱上个月不是刚来过一回？怎么，这月风比上月大？上月是上月的钱，这月是这月的钱。再说你家如今多了个人，价也得涨。果然，这人盯上的不是客栈，是最近多出来的生意。虎爷，您行行好，那车祸真不是我撞翻的，500文我哪儿赔得起？滚一边去！白纸黑字都按了手印，你还想赖？是你们按着我手去摁的。果然又是做了欺负人的事情。既有字据，不妨拿来一看。哼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看？我是读过几年书的人，
你若真有字据，拿出来，我替这位看看他书在何处。你识字吗？那你可知，这上头写的不是你撞翻货车赔500文，写的是你自认盗货，愿赔500文了事。你少在这儿胡扯！是不是胡扯？拿去县里一念便知。你替人立私契，若牵扯出县里谁给你行方便，谁替你盖印，便不好说了。少拿县里吓我！不是我吓你，是这张纸若真送进去，不止这位脚夫要变，你也得变。到时你这几年替谁收的平安钱，替谁压的市价，只怕都得一笔笔掰开说。先生，你能不能替我写一张？我去县里告。你敢？他敢！你今天要真在我客栈里动手，我明儿就把你收安钱那点破事传遍整条街。你脸皮厚不怕，县里几可未必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小满，给他端碗茶。姓名、住处、事发时辰，在场的人都有谁？一一说来。我姓陶，昨儿在镇南口被曹二虎一伙拦住，说我撞坏了一车瓷罐，硬扣到我头上。我不识字，被他们揪着手按了手印，还险些挨了打。你这写的漂亮呀！照这个去县衙地，若门房不收，就去找驿站的老牵头，请他代为转告巡警，说此处有人私设名目，你只管喊冤，别自己先诉。谢谢，谢谢。先生，我穷也没别的，这30文是我今天的工钱，您先收着。裴大人，以后要不要多写几张？必须得想个法子多赚一笔。胡夫娘，不妥。哪儿不妥？代笔2字，像街边混饭的。你现在不就是？我可以帮人写状子、看契书，并非什么掉价。你昨儿一张状子换30文，今天若再来2张就是60文，60文能买多少炭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知道就别拦。这几个字虽然丑，可管用。你这哪是写字，你这是往人脸上糊钱，能糊住就行。我看半天也看不明白，听说这里有个会写状子的，特意过来让他看看。这里是归还日期，下月15。哈哈哈，不愧是探花郎啊，真厉害！福娘姐，帮我看看，我爹的铁铺赊出去几把锄头，记得账越记越乱，一个数也捋不清。福娘，你这相公整理账目太厉害了，那是才华横溢的很。你就只看见这些？不然呢？今儿一共进账27文，外加2碗茶钱，挺好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你说哪个？我就看见这个。原来如此。你少阴阳怪气！你今儿替孙老头看借据，替秦小河理账，各算3文。若是明儿再有人来，我给你单记一栏，免得你总觉得我亏待你。我不是来同你算这些的。可我就是要同你算这些。裴鹤之，你拿自己当回事儿，我不拦。可你眼下在春水镇过日子，别人夸你一句，只能是听着好。我这儿记下一笔进账，才是真的好。哎呀，锅糊了！常婶儿，你又把锅烧糊了，必须得扣你钱了。裴鹤之，你在干嘛呢？抄写一些样纸，以后真有人来，好省事。夫娘，你是不是半点不拿我当你相公？等下先拿你当饭碗。至于相公不相公的，等你把欠我的账还清再说。饭都没吃稳呢，先别惦记别的。你倒分得清。不分清怎么活？还是早点休息吧，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。
胡老板娘命是真硬，前头那个病死了，这回又捡个落魄官人回来。你没听过吗？春水镇谁家倒霉，先看自己是不是离胡寡妇太近。两位若是来吃面，便好生吃；若只为在别人店里嚼食，裴郎，让他们说，嘴长在人家脸上，总不能一张张缝起来。我们也不是说你坏话，就是替这位郎君可惜。婶子，面吃你的，话我替你补。你是不是想说，我以前相公是因为我而死去的？如今裴鹤之进了门，也得小心些。这名声可不是白来的。我前头那个男人娶我时就病了，娶了我以后，要钱大半还是我掏。都这样了，他们还想让我连我娘留下的那点银簪子也一并交出来。我一听这买卖不划算啊，于是我收拾了香笼就走。之后他们就到处说我的坏话，镇上人爱听热闹，这话就这么传开了。你看我活到现在，耳朵还在，手脚也在，客栈也在。真要说我命硬，这倒是真的。你嘴上厉害，肚子总得垫一垫。我又没怎么着，没怎么着，你手抖什么？我这是烫的。你来偷酒？我来找你。找我做什么？我想问，你是不是每回难受都这么熬过去？不然呢？难不成我还做街口哭等谁来哄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最近总不是那个意思。裴大人，春水镇的女人遇到事情大多都是自己熬过去，第二天还得开门做生意，熬不过去那就只好认命。你别老拿京城那套来量我，没那么金贵。行了，既然来了，帮我搬2坛上去，明儿还得卖。夫娘，夫娘，夫娘，出大事了！李寡妇不见了！我就知道他心软，那2个人一哭一扰，他保准又想着忍忍就过去了。忍不了，小满看店。常婶儿，把后头那把杀猪刀给我。你别上来就动刀，真见了血，回头又得算你头上。不见血他们记不住，我先去敲门，敲不开再说别的。我跟你去。你去做什么？拿笔戳人？至少比你一个人去抢。那你别挡我路。开门！再不开，我把门劈了。哟，胡老板娘真来了，怎么？你想来带她回去？李娘子呢？她是我梁家的人，跟你有什么相干？她住我客栈，欠我房钱和饭钱，你们把人放出来，要不然我今天就坐这不走。你少来掺和我们家事儿。家事？你们俩抢她摊子，也配叫家事？大庭广众强留他人，已够丢人。若再动手，便不是家事了。你又是哪里钻出来的？我是他相公。滚滚滚，把他带走！去一趟县里。去那儿做什么？让县抽激荡，哪怕他不肯断，也得留个印子，往后才有东西可拿出来说。这不就是李娘子与叔伯之间闹点口角，不至于劳师动众。求大人做主，让民妇拿回豆腐摊。哎，这事儿可不好断啊！不好断你就不断了。那你这官当来做什么？镇门口摆着好看。胡老板娘，说话要有分寸。我分寸早让你们磨没了。大人不愿断，可以先收状，以后真出了事，也好有个凭据。先放着。
冷不冷？不冷，就是这天底下的官果然一个样。不懂爱惜身子的混小子。秦小河，你照着瞄。不急，慢一点。刺不是拿力气压出来的。现在变得倒挺温柔的。你手还疼吗？哪个手？拿刀那个。早好了。胡夫娘，以后再有这种事，你别总一个人往前冲。不然指望谁？孙宪科？指望我。裴郎戏演的真好。我不是在演。不是吗？你眼下住我这儿，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跟我说两句好听话，听得我心一开心，往后你日子是不是就更好过了？胡妃娘，你先别急，我又没说你不真。你这会儿说这话，兴许就是真心的。可真心这东西最不值钱，今儿有，明儿就未必了。等哪天经理真来了赦免的纸，你拍拍衣裳回去，我总不能拽着你裤脚哭吧？所以啊，你别跟我许什么以后，等你真能走的时候你就走，我不拦。若我不走呢？你不走，京城才是你的路。你这种人哪能真在春水镇陪我卖一辈子命？行了，夜深了，你少操些没没影的心，明早还得起来写家书。来2间上房。两位爷来的真不巧，上房还剩1间。1间也成。你们这镇上最近可来过什么外乡人？外乡人多了，一天3、4波。您问的是卖皮货的还是跑商的？银子不用找了，再来1壶好酒。好的，客官，两位先坐，我让人烧热水。若要问路，等吃完饭再说。冻成这样，嘴里能问出什么？小满，带2位爷去坐下。后院。我们这穷地方，平日也就收些过路客，没什么稀奇人。2位客官慢慢吃，我去添点柴火去。那2个是不是冲你来的？可能。可能？经理要真想找我，不会只派2个人。那你脸白什么？他们未必是来杀我的，也可能只是先探路。探明白了再回去报信。你现在把契书拿出来烧了，还来得及。只说我是前些日子路过借住的客，这样他们就算起疑，也拖累不到你。你倒安排的明白，契书是我签的，人是我捡的。现在有人找上门，你让我烧了就当没这回事？胡夫娘，你不必陪我冒险。我做买卖的人最烦听见不必2个字。你若真觉得拖累我，今晚就派把你那张脸给我端稳了，别让人一眼瞧出来你心里有鬼。那2个灰斗篷在我客栈住下后，屋里的火都像没先前暖了。2位爷赶路辛苦，掌柜的让我送壶热酒。我们这地方穷，酒不算好，暖身倒是够。你是这客栈的人？算半个，入赘进来的。倒是能屈能伸，日子不好过，总得伸。2位呢？听口音，不像这边人。北边来的？北边大，京城也算北边。瞧2位靴上的泥，倒更像官道跑惯了。你眼挺毒。我以前替人抄账，见得多。
这鬼路走的人脚底板疼，找个修撰的人是真难。修撰，那可是经理的贵人。两位跑到这穷镇上找这种人，不嫌费劲。贵人得罪了上头，再金贵也是条丧家犬。原来如此，那二位若真找着了，可得看紧些。读书人心眼多，别叫人拿几句废话就哄住了。你像是很懂。我不懂，我只是见过。从前我给人抄卷宗，最怕的就是这种，一个不留神，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差事要不再守2天？他们还没认准我，只是循着线纹过来了。你方才那样，平时怎么没见你露这一手？你平时不是只拿我当饭碗吗？饭碗会说话就够了，露太多牙，怕吓着你。夫娘，你来！这不是咱们的。果然今夜来的不是来住店的。要不我现在去把李娘子和秦丫头叫醒，让他们从后门先躲出去。外头这雪，你叫他们往哪儿躲？先别惊，越惊越像有事。把后院能藏人的地方都清一遍。李寡妇和秦小荷去地窖，常审看着他们。小满守楼梯口，别让生人往后窜。前头我去应。你一个人应什么？他们未必现在就动手，可一旦动，前头总得有人拖住。你比我更熟后院，先顾住自己人和银子。郝大舅，要不我出去顶罪，不拖累你们。你再胡说一句，赶紧下地窖，把灯捂着，没我叫别出声。你给我守着李娘子，真有谁摸到地窖口，拿火钳捅，不用客气。老娘年轻时也不是没抡过人。那你今儿再抡一回。好了，你们快躲好。掌柜的，屋里热水不够了。侯夫娘，后门！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人都还在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。你们先去收拾收拾大堂吧，这里我来。这人果然不简单。见着孙宪臣，就说昨夜有人持刀闯店。上回李寡妇那事儿，他不是留了档吗？这回接着记。要是他还嫌麻烦，你就告诉他，明儿我拎着血衣去县衙门口嚎。
你们两个今天先别出门，李娘子去楼上最里那间空屋，秦小河也跟着去。你会赶车吗？不会。会装死人吗？勉强会。那就行。今夜城门下窍前，周老四要去镇南救盐仓，你躺车底，先挪过去避2天。你都安排好了？不然呢？还有，这东西我看过了，你要骂就骂，反正骂晚了。今晚帮我带个人出去。城门盘查严，加泰人风险太大，万万使不得。这事做成，以前的账全抹。好说，今夜3更，我从后巷进。看什么？没见过藏私房钱。胡夫娘，你这是把半辈子家底都掏出来了。半辈子算不上，顶多算这几年没白熬冬天。进来，把门带上。那封信，解释吧。我原想再拖2日。拖什么拖？裴鹤之，我今儿替你跑车夫、跑县里，还把这些年压床板的银子都翻出来了。你若还糊弄我，我现在就把你那张脸划花。你不会？那也未必。你先说。这信是我刚到春晖镇前收到的，送信的是京中旧人，他告诉我，崔九被放来了北地，要么来抓我，要么取我手里那点东西。账册在不在你身上，都够我头疼的。我开个客栈。平日里防的是吃白食的，谁能想到还得防你了？行，这个先记着。那我再问你一件最要紧的，你当初娶我到底图什么？图活命。我刚醒时就听见镇上的人议论你，并且客栈里人杂，谁都摸不清底。对我那时候来说，这里能遮风，能进饭，还能挡一挡生人眼。我那时想得很明白，先借住你这儿过冬，等风头缓些，再找机会脱身。若一切顺利，我原本打算开春就走。你是真不冤，我知道。我半袋面粉把你捡回来，你倒把我这客栈这名头算得明明白白。是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给人写状子，教秦小鸡认字，帮我挡曹二虎，坚持上授我，也是顺手演给我看的。一开始是，后来不是。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？非得装出一副我占了你便宜的样子。我没那个脸了。本来也没剩多少，不过这样也好，谁也别嫌谁，这样才像个人。今夜若真能挪去旧盐仓，这些钱就算我的。你以后若活着走出春水镇，再想着怎么还我。我会还。先别忙着说大话，能喘着气儿熬过今晚，再谈还账。常婶儿，先把楼上住客都叫起来，就说后院柴堆着了。小满去开前门，谁问都说走水，先把无关的人赶出去。2个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大家快跑！小满，把前头那盏大灯打翻了！
叫赵郎中，柜台账本收好，别叫血污了。命都快没了，还想着那点破账，我新衣裳又废了。